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有一段时间没有上新手机了啊，本来呢我们是计划先上这个小米 Max 3的，但是呢武汉都没有货，然后只能呢在官网买一个进行一个等待啊。但是在昨天刚刚发布的这个荣耀 Note 10，没想到今天早上一抢。当天抢到，当天送到，但是发布会上那个蓝色版本没有买到。这台机器呢，除了大之外，还有一个另外的新技术发布，那就是 CPU Turbo。OK， 不客观真体验，咱们就赶紧来看看荣耀 Note 10。盒子方面呢，应该是今年我们所有开过手机最大的一个盒子了啊！荣耀 Note 10，然后有一个 AI 的一个小标志。我们购买的是这个6+64G 幻夜黑。速度上呢还是要点个赞啊！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我开抢，一下就顺利买到了，也变相说明啊这台机器可能关注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啊，因为真的是特别大的一台手机。噔噔噔噔，哇！这有点小平板的意思啊，这手机真的是非常非常大。里面呢有一个保护壳。充电器方面呢，这次功率也是非常大，因为这个 Note 10的电池是非常大啊，电池呢是达到了50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但是多说一下，小米 Max 3是5500毫安时啊，这个 Note 10的充电器是最高支持到5伏4.5安。Super Charge 的一个快充啊。数据线方面呢也是紫色的 Type-C 的一个接口，别的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同时桌子上呢我们也准备了2个今年华为比较热的机型，一个是荣耀 Play， 还有一个荣耀10。哇，噔噔噔！由于背部呢它是一个玻璃的设计啊，所以说一撕开膜呢这个精致感还是挺强的啊。其实大屏手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做大了之后呢，精致感做的并不是那么容易啊。比如说小米 Max 系列，它的精致感其实一直都不怎么样。但是呢，也必须承认，在定位上呢，小米 Max 3的定位是要比这个荣耀 Note 10呢是要整个低一个级别的，因为这次 Note 10这个价格呢是2799元起，我们这个就是2799，这个小米 Max 3呢是1799，差了1000块钱啊，这个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手机。到这个键盘界面呢，咱们呢先来展一下它这个屏幕到底有多大啊？这个是荣耀10，然后这边是荣耀 Play， 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这个大小，心里有一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单手操作的话呢，这个键盘呢基本上你只能控制一半啊。虽然说手指能够到更多，但是由于它机身太大了，然后导致这个重心呢一直是在跟你相对角的地方。这个手机只要你单手操作，绝技都会有要掉的感觉，非常没有安全感。还是双手吧。OK， 现在是我们已经全部设置完毕，进入到这台手机。首先呢，来说一下在颜值方面啊，我个人觉得这台手机的这个整体上的颜值还可以，因为毕竟是一个旗舰级的定位，970的处理器，屏幕方面呢是6.95寸，也就是一个7寸的一个手机啊。我来试一下啊，放在口袋里。我这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短裤，也可以装进去没问题啊，但是我必须得先说一下，因为我这个运动短裤这口袋是比较大的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感觉，但是真的还是非常重啊，这手机晃起来是感觉非常不舒服的。建议呢，如果要是男生用的话还好，如果女生用的话，那直接肯定是上包里的。屏幕方面呢，没有采用刘海屏，而是一个上面有额头，下巴带下巴的，而且呢也没有像这个荣耀10一样带这个正面的 Home 按键。一开始曝光这台手机的时候，我感觉又是一台这个970的走量旗舰，只不过是屏更大一些。但是这次 Note 10呢还有几个小特点啊，跟大家着重说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 HDR10，一个开放的流媒体标准，就是让视频看起来呢会更好一些。现在呢有很多的众多蓝光资源呢都是这个 HDR10的一个格式，因为这么大屏的手机的话，它确实需要对这个视频方面做一些专门的优化，肯定买这台手机的人比较喜欢看视频或者是移动看电影。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 AI 画质增强，这个 AI 画质增强啊，在这个荣耀 Play 上呢它就说是有，但是呢在我们的实际使用中呢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变化，所以说这个暂时性的就可以忽略啊。反正这个荣耀 Play 上面表现是几乎看不出来的，可以说什么增加什么细节啊，在我们日常使用中几乎感觉不到。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它这个双扬声器了。这次这个 Note 10呢是一个真双扬声器，下边呢是扬声器，然后顶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可以给一个特写，整个一排都是开孔。咱们来放一下声音听一下啊。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之前呢都是这种单扬声器，而且下面非常小，非常容易被遮挡住，而且整个在音量上呢，确实这个 Note 10的双扬声器要大很多。另外呢，在这个性能方面呢，它是970的这个处理器，970有点万年节奏啊。这个荣耀华为这边今天所有的机器全部都是这单款处理器。没什么太大的新意啊，因为970这个处理器呢已经是被我们测出很多次了，我们就不再详细说了啊。980呢应该是在这个今年的 Mate 20上面一起发布啊。另外呢，大家着重想了解的呢就是这一次所谓的一个 CPU Turbo。之前荣耀 Play 首发 GPU Turbo 的时候啊，花了大篇幅专门的时间，还请于总上去专门讲。可以放一下我们之前的视频啊，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提升还是不错的，但是后面的压力测试上面 GPU Turbo 呢到后面就不行了。刚一开始比如说前2、3局游戏上面 GPU Turbo 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的。不同于 GPU Turbo，CPU Turbo 呢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啊，或者说一句话带过啊，发布会上基本没怎么讲。我看完它发布会呢，这个 CPU Turbo 呢可能就是一个防止降频，让这个处理器始终满血运行的一个 Shark 键，或者说这个满血键嘛。它的这个意义呢，或者说使用的效果呢，应该就没有 GPU Turbo 来的那么明显了啊。伴随 CPU Turbo 而来的，也就是这发热，因为如果你让处理器始终在高频一直运行，而且不锁核不关活的情况下这个温度上面势必会比较高。它就有一个叫 Zen9 所谓的这个9层散热，最核心的技术呢，就是它加了一个大直径的导热铜管，让这个温度呢从上边导到这个下边，但是这个下半部分是电池啊，你确定把热度这个导到下边为好吗？也就是让这个整个手机背面的均匀受热，然后散热呢也就更快。实际效果呢，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详细测评中呢再跟大家聊。另外，大家对于这个荣耀 Note 10这种大屏手机最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分辨率了啊。这次这个 Note 10呢，并没有上2K 屏，而是2220×1080P 的一个6.95寸的屏幕。比如说咱们浏览，现在咱们翻东西打开，然后什么设置界面，这个1080P 呢感觉还是还行的，但是你只要稍微近一点，因为毕竟这是一块将近7寸的一个屏幕啊，这颗粒感还是挺明显的。如果你要是对屏幕要求比较高这块1080P 的 AMOLED 屏幕呢，可能会让你稍微有一点点失望啊。拍照方面呢，这次这个 Note 10上呢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就是一个1600万的主摄加上2400万的一个黑白双 f1.8 的这个光圈。另外要提醒的就是这个双摄呢是没有 OIS 光学防抖的，它带的是一个官方所谓的一个叫 AIS 的智慧防抖，其实它应该就是一个电子防抖的优化版本。配置上呢还是一个旗舰的一个配置啊，拍照表现咱们可以先睹为快。继吓人的 GPU Turbo 之后 ，Note 10这个 CPU Turbo 官方说打开以后可以智能清理内存，处理器也会满血运行，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在我们的先期实际的游戏测试中，在打开 CPU Turbo 后，我们感觉游戏流畅度没什么明显变化。通过 CPU 监控软件可以看到，打开之后处理器也没有像官方所说的一直处于鸡血状态，大部分时间还都是维持在较低的频率。总的来说，相比 GPU Turbo 在初期能够实打实提升帧率的表现，CPU Turbo 感觉更像一个为了营销而生的噱头。后期的全面测评我们再详细测试。拍照方面，经过几组样张的简单对比，荣耀 Note 10的呈现风格属于比较讨好眼球的，画面明亮，色彩比较鲜艳，整体的观感和其他国产手机相差不大。白天画面的细节还原也不错，动态范围表现也比较优秀，成像素质比我预期的要好一些，和其他国产旗舰有一战之力。视频中的样张还有本期视频中的所有关键数据，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荣耀 Note 10这几个关键字详细查看。接下来我们的详细测评也会同步更新。初上手呢，对这台机器的感觉就是质感还不错，但是真的是太大了，我个人接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尺寸。如果你要是用这个手机导航的话，那真的是太爽了。还有就是对于这种大屏手机呢，之前我们在这个百问里边跟大家聊过相关的话题，就是我一直认为大屏手机呢定位上都是
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可能更多的是30大几或者40多甚至50多的这种用户，他们想买一台旗舰机，这个屏幕太小的话呢，看字也不方便。这个大屏呢，真的是对老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你可以把自己调得非常大，看得非常清楚。还有就是在续航方面，老人家可能手机使用的不是那么重度，经常忘了充电，那么5000毫安时的电池呢，真的是可以扛很久的。另外呢，它也是支持这个华为高端机上有的这个有线投屏。之前呢，我们在这个 Mate 系列里边给大家演示过那个功能但是说实话，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这功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用。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如果你要经常办公出差，可能会有用一些。然后底部呢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Turbo 键，直接按一下，它会启动一个所谓的 Turbo 模式，而且它会提醒你，长时间运行会导致手机高耗电或者是设备发热。OK， 简单总结就是这台 Note 10呢，确实是一个旗舰的定位。从这个手机一拆出来，一拿上手就感觉确实要比那些1000多块钱的这个手机要好上一些。配置方面呢，像什么CPU Turbo， 还有就是双扬声器呢，有几个小亮点，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放大版的970荣耀的旗舰手机性价比呢还行吧，我觉得这么大屏，物料上面成本应该会比较高。至于推荐上呢，年轻人我觉得就不太推荐了，因为这台手机真的是太大了但是如果要给这个爸爸妈妈那一辈儿的人购买的话，这个大屏手机还是得先征得一下他们的同意的。因为这台手机真的是太大了。OK， 荣耀 Note 10的一个快速体验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一个时间有限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视频。后面呢，我们会推出非常详细的视频，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我们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对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都在那儿和你语音聊天。而且我们的小白品质20商城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底栏进入，3天无理由退货，180天的保修。大家可以有事没事去逛一逛。对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手机真的是太大了，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可以插中间这个对比一下这个大小。